渴死朕了，还不赶快去找蜜水？主公，现在都是血水，没有蜜水啊！去找啊！骷髅王河北袁氏正经继承人，首先称帝者袁术先生，在兵败之后躺在竹席上，望着炎炎烈日，希望能再品尝一次那人间美味蜜水，只不过没机会了。一声悲叹之后，他便吐血而亡。袁术朕想喝蜜水的临终遗言曾经受到众人反复嘲笑，但其实真正最爱吃甜的是我们的大魏文皇帝曹丕，而且他的壮年猝死以及随之带来的后续曹氏帝王的早衰，很有可能源自于严重的糖尿病。曹丕是个多面手，除了作为帝王有点不合格，外加异常的小气之外，其他方面都是有很出彩的地方。他文采飞扬，七言诗汉大赋的水平很高，他的文学理论自成一派，开创了中国文学批评的先河。同时他对吃甜这件事儿有着超高的品鉴能力。对于曹丕来说，若论怎么品尝甜食，我不是针对某个人，而是大魏朝野在座的诸位都是弟弟。比如消暑大师曹丕，早在年轻的时候，还是文艺青年的曹丕与吴质等好朋友聚集在一起举办宴会，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就是品尝各类甜味的水果。在农历5月的大热天，把所谓的甜味的瓜放在泉水里泡着，把红色的李子放在凉水里冰镇，等到吃饱喝足了，再吃瓜果消暑。贵胄子弟的夏天确实惬意。再比如甘蔗剑圣曹丕，年轻的时候曹丕很喜欢剑术，而且自认为水平不低。不过有一次，当方方面面的人聚集在一起喝酒的时候，大家都吹捧奋威将军邓展武艺高强，善用各种兵器，还能空手夺白刃。曹丕当场表示不服气，表示虽然我登基之后才一成小心眼儿，但是眼前我也不容许人在自己面前装大脑袋。恰巧此时大家正在啃甘蔗，于是呢，趁着这个酒酣耳热之际，曹丕就提议，不如在庭下以甘蔗为剑较量一番。邓展武艺高强，但甘蔗剑圣剑技更是神乎其神，接连3次都准确地击中了邓展的手臂，左右皆大笑起来。邓展表示很尴尬，而甘蔗呢，又是一种糖分和甜度都非常大的水果。最后还有三农专家曹丕，无论在登基前还是称帝后，曹丕都对甜的水果表现出异常的喜爱。但是要说哪种水果最让人满意，那曹丕会说是葡萄。为了证明葡萄是最甜最好吃的水果，曹丕还发扬学术精神，特地下了一道诏书，即凉州葡萄诏，向广大国民推介葡萄。他说，你早晨起来就准备好葡萄，等晚上喝醉了回来，吃沾有露水的葡萄，甘甜适中，微酸但不倒牙，有点冰但不寒烈，味道悠长，汁水很多，可排忧解燥。要是把葡萄酿成酒，比常见的米酒更甘甜，容易喝醉，但也容易醒酒。我光是说说就已经流下口水了，何况亲自吃呢？所以综上所述，葡萄比其他的水果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。除了葡萄，曹丕还对其他水果进行了点评，比如河北正定县的梨子，他也很喜欢，下了一道诏书，说正定玉梨大如拳，甘如蜜，脆如菱，亲自为河北农业发展代言。但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曹丕对橘子的不满。他给好友吴质说，孙权给我进贡了一种南方水果叫橘子，那真是把人酸得龇牙咧嘴，足以把牙齿酸得裂开。不过偶尔也能碰上甜的，也还是能吃上2口的。除了对孙权的橘子不爽，他对南方的龙眼荔枝也很不感冒，并且曹丕在抨击南方水果带头抵制外货的同时，仍然孜孜不倦地继续对自己北国家乡的水果做推广。他说，南方有水果叫龙眼荔枝，不好吃，比不上西域的葡萄，现在把荔枝赐予朝臣们品尝体验，你们一尝就知道了。另外安逸玉枣才是最好吃的，建议大家都吃吃看。考虑到龙眼荔枝这种东西保质期那么短，外加上要受到交通、储存等条件所限制，等到从江南运到洛阳的时候，曹丕手里的荔枝早就不新鲜了，甚至已经腐败变质了，那吃起来口感当然不好了。不过想想吴大帝千里送烂荔枝，是不是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阴谋，想利用烂水果直接物理投毒，消灭帝国首领，一统三国？虽然曹丕作为一位帝王
对水果和甜食的研究让人感到很好笑。但是应当注意的是，如果对上述甜食的喜爱只是在偏爱的程度，那么接下来曹丕的表现就已经到了病态的地步。曹丕说荔枝龙眼不好吃的时候，拿石蜜举例，说荔枝比不上石蜜，但实际上任何水果都不可能比得上石蜜，因为石蜜就是人们常说的冰糖。曹丕不仅把甜味瓜果作为心头好，更是直接把冰糖当甜点吃。作为大文学家，曹丕了解到历史上闵王曾经向汉高祖进贡石蜜，于是有样学样，要求已经称臣的孙权给自己送石蜜来，并且一上来就是5壶，也就是300斤。几百斤的冰糖无论怎么吃，对身体都是一种巨大的负担呀。如果说索要几百斤冰糖只是外交手段，或许不能证明什么，但是吃饭的时候拌蜂蜜，那就足以说明问题了。曹丕有一道诏书，在谈及蜀地人民做的鸡鸭肉味寡淡的时候，脱口而出鸡鸭鱼肉需要蘸着一蜜吃，而一蜜就是蜂蜜。葡萄、甘蔗、冰糖、蜜糖，频繁食用这些高热量和高 GI 的食物，本身就是非常不健康的饮食方式。再加上曹丕饮醇酒、治肥牛的饮食偏好，这就很有可能导致了他会因口腹之欲而患上重病。作为世子和帝王，缺乏运动的环境，容易引发三高的饮食方式，有机会常年食用大鱼大肉的社会地位，以及精力消耗异常严重的日常工作，这些都有可能导致曹丕出现所谓的富贵病，进而影响正常的健康甚至生命安全。因此，正是这种热量和糖分都摄入爆表的情况下，曹丕表现出了典型的糖尿病特征：口渴多饮。消渴是古典医学对包括糖尿病在内的一类疾病的统称。临床主要表现呢是多食易饥、形体消瘦，跟现代医学所说的糖尿病临床表现多饮、多尿、多食如出一辙。古典医学中常有论述，比如最早在《黄帝内经》中就记载了此病，而且其中《素问·其病论篇》还专门论述，提到有消渴症的人一定爱吃甜的和肥腻的东西，并且会不停地吃，一直吃到消渴为止。那我们来看曹丕的情况。曹丕说葡萄好吃，除了滋味很美，而且还能除烦解渴。巧了，不仅渴是糖尿病的典型表现，烦躁也是很多消渴症、肝肾阴虚的典型特征。曹丕又说正定的梨好吃，重点表扬的也是这种梨子能够除烦释渴。关键词渴再一次出现。更夸张的是，曹丕曾经服用过一枚从天而降的李子，吃完之后呢，当场升仙，以至于数日之内都不能进食。这表面上好像在说我们的魏文皇帝吃了祥瑞之物，获得了半仙体质，但实际上很有可能是曹丕已经进入到了糖尿病的重症阶段，在突发性的服用大量糖分之后，直接进入休克状态，以至于好几天都不能清醒。除了曹丕，他的儿子曹睿也有类似的斑斑点点的记载。虽然明帝曹睿的日常饮食记录不多，但是也有让人警觉的地方。比如首先要注意的就是曹睿壮年而死，以及曹睿几乎没有子嗣。曹丕死的时候只有40岁，远不如曹操的66岁。但是曹睿就更夸张了，连他爹40都过不去，36岁本命年就龙驭上宾了。而且曹睿几乎没有活到成年的孩子，尤其是男孩，更是全部早衰死绝。而严重的消渴症，或者聚焦一点来说，严重的糖尿病会使病人由于长期的饮食不良，摄入营养障碍，进而影响免疫功能，导致抵抗力大幅度下降，并且容易出现皮肤疥肿、呼吸、泌尿系统各种炎症，而且治疗困难。或许这种虚弱和易感染的体质，就是造成曹睿早衰以及子嗣夭折的主要原因吧。另外一个更为直接的案例是卞兰。曹丕的母亲是卞太后，卞兰是卞太后的侄子，也就是说卞兰是曹丕本家的表兄弟，是曹睿的叔叔辈。几个人之间在血缘关系上极其亲近，而卞兰的死是非常典型的糖尿病并发症。我们直接来看原文。卞兰作为3期常侍，服侍辅佐侄子明皇帝曹睿，俩人有时候因意见不一致而吵架。后来卞兰得了一种病，临床表现是苦酒消渴，即经常的口干如裂，异常想喝酒。明帝曹睿呢，就派人给他送去自己豢养的女巫神水，以求救他的命。但是卞兰却坚持不肯喝，还继续劝谏明帝说皇帝有病治病，别信这些神棍女巫。最终坚持不饮神水的卞兰因为渴甚病重而亡。而卞兰的情况印证了现代医学关于糖尿病的研究，严重的糖尿病可以导致患者死亡。
因为糖尿病不干涉治疗，有可能导致严重的感染，包括败血症或者是脓毒血症。在三国那个时代，患者一旦进入感染休克状态，其实很难进行有效的医治，死亡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。现在再回头看看曹丕去世前的症状，与儿子曹睿生命后期3天2头的休克不同。曹丕在病逝之前没有什么大的频发性的临床表现，他对自己的健康状态也是有着比较清晰的认知，认为自己不会暴毙而亡。突出表现就是他长时间不考虑立储事宜，而且满朝文武也未曾把确立接班人提上日程。原因就在于曹丕本人和朝廷大臣都认为当前不满40岁的曹丕春秋鼎盛，身体健康，根本不需要这么早立储。而且如果曹丕常年表现出体弱多病的状态，就算他本人不愿意立储，那文武大臣和诸大皇子也会通过不断的党争来逼着他早做决断，以防止突然暴毙。虽然并没有人认为他会暴毙而亡而提前做准备，但他事实上曹丕却真的是走得很急。黄初7年5月16日，曹丕感到病重，即令镇军大将军陈群、中军大将军曹真、征东大将军曹休、辅军大将军司马懿受领遗诏，共同辅佐曹睿。同日，把后宫疏员昭仪以下的女眷遣散，各归其家。事实上，曹丕在这天已经预感到自己人之将死，在着急地安排后事。病情来得如此之快，以至于16号这一天，又是立储，又是确认顾命大臣，又是遣散后宫嫔妃，又是交代埋葬事宜。就算如此仓皇和急迫地安排后事，也是有点来不及。因为仅仅1天之后，农历5月17，曹丕就崩于嘉福殿，溘然长逝。曹丕的病势如此急速，显然不太符合糖尿病这种全身系统性、长期慢性的疾病的发病特征。那么曹丕的病症是什么呢？他有较大的可能是死于急性胰腺炎。急性胰腺炎爆发的时候呀，会使患者异常的痛苦，面色苍白，冷汗直流，血压下降，同时由于胰腺的外溢刺激腹膜，会引起剧烈的疼痛。再加上腹腔内出血、组织坏死、蛋白质分解引起的机体中毒，抢救不及时的话，必死无疑。即便是在当代，急性胰腺炎依然是常走鬼门关的大病。曹丕也许是在胰腺炎爆发之后，身体上巨大的痛苦使他意识到这次生病可能真的会导致自己的暴毙，所以才会着急忙慌的在16日这一天连续下达多道诏命，安排后事。而急性胰腺炎在他身上的爆发，却又跟曹丕常年的饮食习惯一一对应上了。比如发病前曾经大量饮酒或者是饱餐，比如长期大量的用糖且身体处于3高状态，比如常年的酗酒，比如种种原因导致的腹腔感染。总之，曹丕之死可能是死于长期糖尿病导致的免疫力低下，同时急性胰腺炎爆发导致的炎症指标爆表，内脏器官休克脓肿，继而引发腹腔、呼吸道、泌尿系统多处感染，最终引起败血症和多脏衰等不治之症。当然，曹氏早衰的真实情况，我们或许永远也无法得知。以上都是我非常浅显的道听途说，如果有不合理之处，欢迎大家指正。最后再补充一下，其实除了两晋系列，别的栏目都是没有阴暗小故事的。不过我看观众们这么热情，我闷声大发财，一句话也不讲也不好。但是你们一定要问我有没有阴暗小故事，那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，还是有的。所以最后再来个阴暗小故事之唯物主义战士曹睿。三国志当中记载，在年轻的时候，有一次曹丕举办宴会，当世有名的神算子朱建平也在宾客当中。在大家觥筹交错期间，曹丕请朱建平给自己相面，并问寿命。朱建平仔细打量曹丕，说道：“将军您寿命80岁，不过在40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小坎儿，希望您到时候注意呵护自己。”80岁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是很难达到的。身为储位有力竞争者的曹丕，也不会容许他人散播自己短命的言论。朱建平80高寿的说法让他十分受用，因此曹丕当场就想给朱建平犒赏，只是朱建平无论如何都不肯接受。被封建迷信迷昏了头的曹丕感到美滋滋，但是却意外地应验了朱建平的话，40岁便壮年早逝了。但他的儿子明皇帝曹睿就不一样了，他拥有一双智慧的双眼，拥有唯物主义理论的伟大武装。当他发现自己豢养的女巫以及女巫所奉供的神水一点作用也没有，既不能消渴也不能救活卞兰的时候，本着对事实负责的态度，曹睿毫不犹豫地就把女巫给斩杀，给地下的卞兰一个交代。这说明了什么呀，朋友们？说明封闭僵化的老路不能走，也走不通，科学技术才是第一生产力啊！拜拜。